木德，你还记不记得在五竹村，你问过我一个问题？我问过你很多问题吧？好，你问问题吧。你喜欢我吗？那个问题，我一直没回答。如果现在回答，还来得及吗？你说过，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时机，就是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。明代，我喜欢你。但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想。那如果我说我已经往前走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追你，拼尽全力追你。还来得及吗？妈妈喊铃了，对吧？我不想我们各走各路，也不想你牵别人的手。妈妈说，前路会更好。但是我想，前方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怎么都不会好。没关系，回忆悄悄对着话。完了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。到哪儿了？嗯？哪儿啊？多温暖啊！按照国际惯例，一个小队到最后，往往都成双成对儿。我师傅他俩能成。
夜，张牙舞爪吓唬谁呢？不服啊？哎，小胖胖，你待着等着我了。把您给忘了，我抱着您啊。瞧吧，这跟新简是有点异常了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推测可能是对的。还有一个野人，还有另一个琥珀。这根心结不是完整的。真是哎，他的反应这么异常，也没有给我们展示水影。那么说，还有新简留在月亮山里？不过没事，大部分心结都在这儿了，残留的那一点，应该掀不起什么风浪。我和扎妈说过了，要是再有什么情况的话，立刻联系我，不能让剩下的心结再祸害其他人。你们对我这次的冷泉之行啊，怎么看？真的挺有价值的。鄱阳子、木姐、凤凰鸾和我们的遭遇都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我明说了吧，不管是水还是血，对心姐来说，你都只能暂时束缚住她。只有找到传说中的那几样东西，才能永远的把心姐封印住。可这个要去哪儿找呢？那再一个，那心简一共有几根啊？要是只有3根的话，咱这差不多就成了。什么提携？肯定是问住了他。罗小刀，哎，来了。曹胖胖，我花钱是雇你干活的，你可倒好，罗小刀，活花钱做生意就了不起，人走了是不是8、9天，这租门店、你怎么想的装修都成了我一个人的这个事事儿。儿确实是 ，I'm sorry。烧什么软？和我伤点心好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你你把什么咱那多态度？远了？他说他还有重要的事儿要办。放屁！你非扒拉他屁股看。忙的呀，我都没有时间照顾娉婷了，多亏了人家连小姐，要不然这事儿他连小姐，凤凰楼斜对面的那个连烟店的老板娘啊，听说咱们要装修了，人家很热心，出了不少好主意呀。你和他怎么认识的呀？这不是刚跟你说了吗？邻居啊，一个邻居都比你上心呐。这个连小姐，以后不要联系了。为什么？那红烧，我就得回了啊！我这儿把你送到了，也算是任务完成了。刚曹胖跟我说，张叔等我回来就把我皮给我扒了呢。我真得走了，后面的事儿你自己能解决吧？你真知道要做什么？后面还有什么事儿？首先呢，就你得给你爷爷准备一张好看点的遗照吧。这其次啊，丧葬大事，你得给你爷爷发送发送吧。什么挽联、花圈、小幅黑纱，你也得准备一下。还有墓地，你也得打电话联系一下，找个什么风水。等一下，你从头说一下。第一个是遗照，那我来。第二个是。多亏了我在哈。哼，这小老板娘还跟我抢，她这能顶什么事儿啊？叶外才，就这些事情，你怎么都这么了解？我怎么不熟悉啊？我10多岁就出来了，那个时候混口饭吃，什么装孝子、帮哭丧，什么事都干过。严老头，严老头，
你们是谁啊？哟，总算今天有人了。你爷爷呢？在里面。哎，严老头！不是。哎，严老头！严老头，出来！有什么话跟我说也可以。你爷爷呢？死了！你们严家他妈在玩我呢！我一再让你们延期，你们跟我玩死盾是吧？好，装死是吧？装死就可以不还钱了吗？让你爷爷出来！什么叫装死啊？我爷爷有死亡证明的，你要看吗？我拿给你。还给我装！你信归信，我现在就废了你这胳膊！哎呦！我这纸条不错吧？他教的，那严家人的功夫你是知道的。你们几个根本就不够看，到时候医疗费都不够你赔的。欠债的确是要还钱，这天经地义。但是不能说你说有债就有债吧？借条呢？借条，来。兄弟，你这借条保真吗？啊，你还债也得讲个基本法吧？老赖跟我讲基本法。你看清楚，我叔叔一共欠你多少钱啊？小妹妹，你听好了，押上这一套房子还欠我120万。我不仅有这个借条，每次来我都还有录音。你爷爷可是亲口答应的，说一定会还我这个钱。怎么了？你们严家人说话都是放屁啊！兄弟，别骂人，消消气儿啊！我还你消，这个钱我来还你。但是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严家人从来都是说话算话。我说了还你钱，我就一定会还。但我现在没钱，可是我有手有脚，我可以挣。也许我还得慢，但是我一个子儿都不会少你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现在没钱，你拿什么还？又慢慢还，跟我玩什么套路啊？啊！你要是不答应，那你打死我好了。兄弟，你也听见了，那人家不怕死。给你个方法，来，报警，让法官来判，叔叔欠的钱该不该让侄女还？你觉得呢？人家一小姑娘扛那大几百万的债，还给你还，可以了，啊？好啊，必须得还干净了啊！走。那个红山，你确定你没问题？可以啊。真的没问题？不就是，哎，你不是给我写了注意事项吗？我就按照这上面，一个一个来嘛。我知道我们严家现在就剩我一个人，所以我就更得活得漂亮。一无所有，没关系啊，我可以从零开始，从头再来。我努力，以后用我自己的实力，重新变回富婆。行，那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但是我得纠正你一个事情啊，就你不是一无所有。这儿出去，往南走，有一个酒吧叫聚散随缘，那儿有你的朋友们，有他们一口饭吃，
就有你一口肉。走了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好，放这儿。不是让你带平婷出去走走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今天不是走水电吗？我不听着不放心呢。你看管子都不够啊。娉婷呢，我让连小姐看着呢，你放心。怎么又是她啊？这是谁呀？啊，对，连小姐，没事，我们在说水电的事儿呢。哎，连小姐，你认识啊？听郑伯说这2天装修你帮了不少忙，谢谢你啊。都是邻居嘛，客气什么呀？对了，郑伯啊，包间的墙纸，我朋友那儿到了一批新货，明天我们可以去看看样本。好，林小姐，借一幅手画。来，进来。娉婷，别在这儿待着了，你看这乱着呢。来，到这儿来。娉婷，来。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拉我进来说悄悄话。我就直接说了，连小姐，你有什么目的？目的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帮忙照顾娉婷，帮忙指导装修，还不辞劳苦去看样。怎么，生意不错了？你不觉得你过分热心了吗？没办法，我这人呢，从小到大就是热心肠。怎么犯法了？有错吗？至于把我拉进来什么？郑伯，好，木袋呀。责任呢？哦，在里边呢。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明天还约了郑伯去看样品呢。娉婷，郑伯说你在房间里干坏事呢。我？他说你把人家漂亮小姑娘拉到房间里来，不让人进，你想干什么呀？老实交代，漂亮姑娘呢？在这儿呢。郑伯还说，人家连叔看个墙纸，你就不高兴了？他怎么惹你了？你怎么对他这么反感？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他总给我一种不舒服的感觉，而且他整天围着娉婷和郑伯转，我心里有点不踏实。那明天我去看墙样吧，我也是凤凰楼的股东，也该干活。回头呢，我就把他的工作全都交接到我这里来，这样就不用麻烦他了。你觉得呢？娉婷，来，你有吃的吗？郑伯，哎呦，木袋来了啊！哎，坐这儿吃，坐这儿吃，郑伯。来，搁盘子里吃，来。哎，好，谢谢郑伯。哎，来了。来，连小姐，来，请。哎，这是连小姐，这是木袋。连小姐您好，
前阵子您帮忙，罗人都跟我说了，辛苦了。客气。这穆旦呀，也是凤凰楼的股东之一啊！今天让他跟你去熟悉熟悉，以后这事儿都由他来了。这些日子啊，麻烦你了。哎呀，这不好意思啊。客气什么呀，郑伯。那走吧，车在外面。好，那郑伯我先去了。哎，好好好。走了，郑伯。来，姐姐，姐姐上楼。姐姐不上楼了，姐姐出去一趟，拜拜。嘘，嘘。这是快递单号呢，这能是快递吗？谁送的？匿名的，不会是爱慕者送的吧？我早上看放门口没注意到。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桌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胃可香。李叔，催眠挺管用的，画像画出来了。是吗？哎，曹兄，要是咱在那门口的地板上用黄金镶出一个豆子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日进斗金。哎呦，就是啊，吉祥话。你们俩真的是，曹元华，你给我回来。穆丹，曹先生原来是客，你得客气一点，看你那凶巴巴的样子。啊，靠窗那桌刚进来的，赶紧给人家点单去。嗯。你教着点我。哎，我试试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有什么推荐吗？如果您喜欢喝鸡尾酒的话，152轰炸机还不错，曼哈顿也不错，口感就……你刚刚推荐那几款酒，口感怎么样？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喝酒的，不是来跟你说话的。别想动我红姨。老板娘，红姨，他是罗润。霍总是吧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罗润。咱们曾经是邻居。邻居？你忘了吗？我家住在落马湖陈前巷11号。我记得有一年下大雨，你家漏水，我爸还帮你修过雨棚呢。我想起来了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差点没认出你来。怎么样，你爸还好吗？我爸？对，你爸。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请你喝一杯吧。好啊。红姨，担心什么？没事的，我们就在那边。走。真是邻居。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难道我应该成群结伙的来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？同伴？小商河，半夜羊汤，你还为了你的同伴打晕了李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
怎么没有来？你好像很期待他过来啊。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你知道落马护案的真凶是谁，对吧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红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着？哦，我没事儿。这么凶啊！我愿为之拼到最后，即使命运扼住咽喉，喊我性命就跟你走，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功负命运的事无谓携手，哪怕披荆斩棘也一定要去拯救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候，让我们执着，就算不烈火一起战斗，在梦魇之后，害怕什么？又怕什么？有什么意义也没有。这么不惊吓？莫代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我有几句话，请你仔细听。第一，我知道刚才的情形很像是我攻击了霍子红，但你亲眼看到了吗？第二，我调查过霍子红，他家境不好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姨，像吗？第三，我现在放你走，但你不许回头。如果回头的话，别怪我改主意。
你没事吧？我看看，我没事啊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妹妹，小老板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那人怎么样啊？啊，没受伤，没抓住，打不过，让他跑了。来，休息。落马湖是个霍总这号人，他家住在陈前巷12号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，回去观察你红衣，想吗？能把你打成什么样啊？他那么厉害吗？毕竟是练家子，这年头难得遇到一个练武的人，他师傅一定是个高手。哎呦，这都打上了，你这个案子以后就更难查了。我倒是觉得会越来越顺畅，大家看品行，看修行。这个穆代是个值得结交的人。哎呦喂，这评价够高的啊！高吗？从你嘴里说出来算高。你不是常说吗？你身边都是些两面三刀、下手无情的人，值得结交。我还是头一回听到从你嘴里说出来啊。对了，娉婷怎么样？好，还是老样子。哎，得亏呀，他是个文疯子，他要是武疯子，我可看不住他。你看这样行吧？咱们再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医生。你查的是旧案子，你就算是找到了真凶，也帮不了娉婷啊。郑伯，叔叔的案子太过离奇，娉婷也疯得太突然了，所以我始终觉得案子本身才是关键。穆代，我感觉有7、8分像了。这2天，我打算把杂货店转手，钱一到位，
我就带着画像去小商河，大不了见人就问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揪不出这个人。很会选地方，内外都有摄像头，人也很多，很懂得保护自己。放心，没动过手脚。无功不受禄，不收你东西。草莓我也没吃，扔了。木歹，其实我对你印象挺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想知道。你功夫好，但下手知轻重，留余地，跟你打交道不累。你刀都架我脖子上了，还夸我武功好，讽刺我呢吧？说真的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有非常扎实的传统武术功底。如果较真起来的话，我应该不是你的对手。我也能看得出来，你走格斗路数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无所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是来谈落马湖的案子的吗？那我有个要求。你说。有2种人会对落马湖这个案子保持关注：基友和凶手。3路人朝万烽火买消息，我弘毅和李坦是基友。你呢？你对我弘毅挺了解的吧？李坦你也挺熟的吧？你找我聊可以，那你要我们全盘托出，你自己藏着掖着的，不太好吧？我很忙哦，你要不说我可走了。你父母和你妹妹？男的是我叔叔。我叔叔叫罗文淼，是个历史学家。叔母去世之后，他为了专心研究地狱史，带着女儿娉婷搬到了小长河。大概2年前，叔叔忽然失踪了，娉婷报了警，我也帮忙回来找。没过多久，叔叔突然自己回来了。叔叔，爸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问他去了哪儿，他说是落马湖。叔叔经常去外地出差做学术拜访，我就没在意。可当天晚上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叔叔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都几点了？叔叔，罗人，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一直追问，可他却表现得像是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，就好像跟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。可能是正因为印象太深刻了，我一直有所防备，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反锁大门。叔叔，我进来了。白天叔叔外出的时候，我也尽量跟着。
这是在干嘛？后来几天都很平静，我就放宽了心。可没想到，陆小刀，快醒醒，醒醒！我爸他不见了。你不是反锁大门了吗？翻墙走的。你相信吗？我叔叔50多岁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连自行车都骑不好，他居然能翻过4米多高的围墙。而且我觉得那个人满头白发，应该好对付。可我没想到，他力气如此的大。我立刻追出去，途经一条小巷，巷子里有一户着火了，里面有人在厮打。你去看了？屋里的景象很惨。李坦是不是也在啊？刚开始我以为李坦是凶手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正掐着我叔叔的脖子。你知道的，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一个画面，并不是真相，但你会仓促下结论。我知道。当时我把李坦给打晕了，叔叔就在这个时候跑了。我看到他的眼神，那种嗜血的眼神，我立刻明白是我搞错了，我叔叔才是凶手。当我追出去之后，看到他的速度和力量，那根本不是我叔叔，可他确实是我叔叔。那后来呢？罗小刀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叔叔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啊！我说过，老人。不要让我出去！平平，把绳子拿来，快！我把叔叔绑起来，先去找李坦，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，我得问清楚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谁杀的人？抓住了，终于抓住了，抓住了！说什么？叶青，终于抓住了！你说清楚！告诉你身里，我赶着送李坦去医院，于是把叔叔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吩咐娉婷等我回来商量。李坦误会大了，回去我跟他解释解释。我以为把人绑上，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双重保险，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已经尽最大速度赶回来了。可没想到，叔叔死了。娉婷，娉婷疯了。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许他听说我要报警，赶紧把叔叔放了出来。可法医鉴定，叔叔是自杀。那娉婷为什么会疯呢？
就算目睹叔叔自杀，至于被下封，直到我见到了曾春娇，了解到柳树海当时发生的情形，我才意识到，娉婷也许经历了同样可怕的事情。整件事情都太诡异了。我从这个案子开始回溯，从离坛开始查，知道了落马湖案。但落马湖案的真凶绝对不是我叔叔，他那个时候还在国外求学。后来了解到了有霍子红这号人物，然后我整合我所能寻求的一切线索。如果这是一场大戏，现在整个戏演都在霍子红一个人身上。陆丹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红姨不可能是凶手。他也许不是凶手，但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还记不记得昨晚我们在后面聊了一会儿，他上来就问道：“他没一起来吗？”那个他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当时就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到一起来呢？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我意识到我们在系同一鸭讲，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但聊的不是同一个人。他说的不是我叔叔，而是真正的凶手。他的语气让我觉得他跟凶手打过交道，于是我扎了他一下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红。接下来他什么反应，你也看到了。想起什么了？张光华。张光华谁？张光华是我红姨在万烽火那儿背的第二个案子，他也是落马湖人，而且之前跟李亚青住过同一栋楼。后来，落马湖的案子发生不久，他就失踪了。再后来，他的贴身物件被发现在大通的颐和滩那儿，好像人是遇难了。大通。大通。地名怎么这么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。刘书海翻车落水的地方。对，就在大通。对。红姨把张光华的资料放哪儿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下午也没见到木袋了。行，那你再找找吧啊，哎。哎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？红姨。来啦！我这个，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，我想祈祷一下，保佑咱们酒吧平平安安的。红姨，你都来了，那你来吧。好了。
我没找到。啊？我不知道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到底放哪儿了。没事，万烽火那儿应该有底本。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3起案子大致情形我都了解了，得尽快理出他们之间的关联。直觉告诉我，里头应该有条暗线。等，3起，不是2起吗？哦，对，达罗恩特尔那件事情你还不知道。哎，要不去我家，你帮我梳理一下，我给你补充更多细节。去你家？不了吧，太晚了。也行，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再联系。行。不是，你住这儿啊？那我这……请进。这你家啊？租的，拎包入住。来啊！去哪？房间。啊？哎，资料在我房间。哦。闭上眼睛！
喂，霍子红小姐吗？我是。你查的落马湖案有消息了？侯姨，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，是不是你那件正事儿有着落了？刚定下，今天下午2点，你到了亮牌子，自然有人招呼。对方叫万烽火，是干了几10年的包打听。你到了那里啊，话别多，只管听着就行啊。放心吧，江湖规矩我比您懂。是，咱们木代啊是学了8年的武呢。那一会儿啊，我把定位发给你，一个人注意安全啊。好的，侯爷。哎，挂了。咱们一会儿再去看个电影。好。刚吃完饭别催了。欢迎光临。客人来了，这边请。电磁能量今日1点再创新高，通信、电力等相关领域或将受到影响。怎么形容我们这个行业呢？就好比这个簪子，有2个人，一个人呢问我要老银做的凤凰簪子，还有人说我要红宝石做眼的凤凰簪子，但是我没有簪子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个人拿着它来找我，您瞧，这买家有了，卖家有了，这不一下就对上了吗？而我呢，我就是出售这簪子信息的。有事儿赶紧说事儿，大老远来的，没空听你在这吹水。哎呦，李先生，您稍安勿躁，我这次的信息量是特别的大，一定保您物超所值，钱不白花。马先生，这位是霍小姐。哦，她是我养母，我叫穆代。哦，穆小姐，失敬失敬，请坐。介绍一下，李坦李先生，马图文马先生。我这儿呢有一个小小的规矩，为了保护线人的隐私，在这个空间里头不可以照相、录像和录音，而且呢，一会儿这个屋子的信号将会被屏蔽，你们的手机呢，我会妥善保管。大哥，他有收手机屏蔽。照他说的做。各位，这就屏蔽了啊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。介绍一下，岑春娇，这次的信息提供者。各位定金都已经付过了，等他讲完以后呢，你们再决定要不要付尾款。各位可以质疑他所说的真实性，
如果有什么疑惑的话呢，我们按老规矩投票表决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如果半数以上的人认为信息是值钱的、有用的，那么各位爽快的付钱。那就开始吧。这起桩榆县杀人案的凶手叫刘树海，5年前就死了。几桩？5年前就死了？是的，5年前。当时我在济泉西郊客运站的一个旅馆里当服务员，就是那种特别低端的小旅馆，被褥也常年不换的，住的客人3教9流的，干什么都有。那天我值夜班，喂，前台吗？203，要喝点水。嗯，好。刘先生，刘先生，进屋之后那场景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